那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也是不少朋友关心的一个问题：草莓用多大的盆子合适？其实我一直来说啊，没有最好的，只有相对合适的。大家种草莓啊，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容器，有的用快餐盒，有的用奶茶杯，还有人用陶瓷盆。大多数朋友用的还都是加仑盆。什么是加仑盆呢？加仑是一个容积单位，它折换成升的话，大概1加仑等于3.8升左右。那大家看一看，这就是经常拿的1加仑的盆子，它的直径大概上口在16左右，高度大概在17左右，下口大概在14、15左右，这样就是1加仑。那种草莓来说，我建议盆子不要过大，也不要过小。为什么不要过大，不要过小呢？过大和过小都有相对来说的利弊。小，你可能随时都能给水浇透，很容易就让盆子里面达到养分的饱和。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因为它的体量有限，它的水分蒸发会相对更快一些，它里面含的养分会相当于更少一些。那容积再小的话，草莓的根系在里面长的空间也很小。这个呢是一个2加仑的盆子，我们对比一下，1加仑和2加仑，它俩就是倍数的关系。就举个吃饭的例子，它是2碗米饭，它是1碗米饭，它的盛土的量是它的2倍，它里面可以含的饱和水分、营养成分，包括根系的空间，都是这一盆1加仑的2倍。那我们到底是选用1加仑还是2加仑呢？根据我种草莓一直以来的经验，那不管是1加仑还是2加仑，我们都可以。你到底是选择1加仑还是2加仑，要取决于你种草莓的环境。因为大多数的朋友在家里面种草莓都是在自己的阳台上，我们如果都用这样的2加仑，这样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那有人来说了啊，我把2加仑种2颗草莓行不行？那肯定是可以的。刚刚说了1加仑的盆子，它浇水饱和的快，散发的也快，这样的话会很快的改变盆土的环境。而2加仑你浇一次水，它可能蒸发的时间会比这1加仑蒸发的时间要慢1倍的时间，那它环境变得是不是就相对慢一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是有害的。那比如说我们草莓如果这盆里面水分过多，未来是阴雨天，它散发的又慢，那这颗草莓的根系就会因为土壤里面的养分过少而导致闷根沤根的可能。那如果说是小盆草莓呢，它是因为你浇水干得快，如果你2-3天不在家呢，特别是天气比较炎热，挥发的比较快的话，它很容易就干死掉了。这个就是它们在水分上的利弊。那施肥也一样啊，这个施肥你一次性施2倍的肥料，它是慢慢的缓施的。这盆小的施肥量如果跟大盆的施肥量一样多的话，它就会导致肥害而出现了问题。所以大盆相对来说它的包容性会强一些，它里面的环境变化会缓慢一些。环境变化的速度变慢，相对来说是更有利的。就比如说温度吧，夏天也好，冬天也好，如果太阳暴晒的话，它升温也是缓慢的。那冬天寒冷，它降温也是缓慢的。草莓根系和草莓整个植株对这个环境是有一个慢慢的适应的过程。那小一点的盆子，它就会忽冷忽热。人也一样，忽冷忽热是不是就容易发烧感冒呢？在植物上面也会有相同的作用。草莓我们在家里面种，我建议用1加仑的起步，2加仑截止。就是说你大概有3款草莓的盆子来供你选择，一个是1加仑，一个是1.5加仑，一个是2加仑。不是说种在小盆子里面草莓长得一定就小，也不是说种在大盆子里面草莓长得就一定的大。咱们看一看这个种在10方里面的草莓和这颗种在1加仑里面的草莓，再和这一个种在1.5加仑里面的草莓，它们的大小几乎是差不多的。这个就是管理占一个很大的原因在里面。但是我们看到这颗草莓种在这样一个10方里面肯定是不搭配的，感觉这么小的一个盆子
去满足这么多的叶片以及后期花果的这样一个营养，它的容量实在是太小了。如果是一个人住在一个2平方的卧室，或者一个人住在100平方的卧室，是不是都显得不协调呢？2平方的卧室太拥挤太狭小，100平方的卧室是不是太空旷没有安全感？这草莓也一样，我建议的草莓就是从1加仑起到2加仑截止。如果你家的条件合适的话，你可以选用2加仑一个盆子的草莓。如果家里面空间小一点的话，你也可以选择1加仑左右的草莓。我种的草莓基本上都是种在了1加仑的盆子里面。大家再看一看这颗老根草莓啊，这已经有2年没有换过土了，就没有拿出来过。这个盆子是1加仑的，这一颗草莓是1颗变成了这么大。这个仔细我能看得清楚，它是1颗草莓，一个主枝分了2个侧枝，现在总共是3个枝，长了这么多的叶片。不仔细数也有20-30个叶片。这个1加仑的，它其实也能长成这样一个壮旺的结果。说了这么多呢，还是有点啰嗦了。说白了，种草莓，你就是用再小的盆子，也能把它种的叶片较大，开花结果。你就是用再大的盆子，也可能把草莓种得非常的小，又细又小又不结果。这个主要取决于你个人的种草莓的能力，这是为先的。但是我们给它要提供一个比较合适的生长环境，就是我们最小要1加仑起步，到2加仑左右。想取个中，你就用1.5加仑的这样一个盆子来种草莓，应该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好了，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么多。如果你喜欢草莓，如果你喜欢种草莓，请关注跟草莓死磕到底的手艺人飞宇。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